上映10周年，星际效应再次登上大荧幕。今天超级外要进到星际效应的电影解析。星际效应的故事讲述2067年的地球因为气候灾害与农作物病变带来粮食危机，人类遭遇到灭绝的可能。女主角 Murphy 有天在书房里发现重力异常现象，与父亲 Cooper 跟着重力的二进位坐标，意外来到 NASA 的秘密基地，得知了外星殖民计划。为了拯救地球上的人类免于灭绝，Cooper 离家寻找人类的第二个家园，开启了一场太空探险。故事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类似马尔萨斯所预言的未来世界，枯萎病导致农作物死亡，粮食不足以养育地球人口。这不是科幻电影才有的情节。科学家估计，地球上已经有 50% 的栽种食物因为枯萎病而绝种。例如18世纪的人吃的香蕉，到了1950年代被枯萎病灭绝。我们现在吃的香蕉其实是特殊培育的品种。所以星际效应所预言的未来并不是没有根据。为了应对这场危机， NASA 委托 Cooper 担任太空移民计划驾驶员。 Cooper 必须选择要留在地球上，还是离开家人以拯救人类命脉。跟诺兰过往的电影一样，主角必须面对各种道德两难。蝙蝠侠必须选择要揭露真相，让高谭市陷于混乱之中，还是要牺牲个人利益，用谎言来维持高谭市的秩序。在星际效应里，每个角色也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布兰登教授为了拯救人类物种，满足公共利益，不惜谎称有 A 计划，牺牲 Cooper 的个人利益。布兰登教授的女儿 Amelia 为了再见到爱人 Edmund 一面，做出了立即的判断，却可能让整趟任务失败。曼恩为了满足自己活下去的私欲而造假资料，用错误的讯息误导其他人来到他的星球。我们会发现，这些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其实都是源自知识的匮乏。因为缺乏黑洞里的量子重力资讯，布兰登教授 A 计划的公式就无法完成。这是 Cooper 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判断。因为漏算了靠近巨人黑洞的时移差距，团队错误地选择了米勒的星球。这是 Cooper 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判断。因为误信了曼恩造假的数据，团队又错误地选择了曼恩的星球。这是 Cooper 犯下的第三个错误判断。这些错误的判断看起来都是源自知识的匮乏，但是星际效应最后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未知并不是行动的阻碍，而恰好是构成人类行动的一部分。贯穿整部电影最关键的未知，就是 Murphy 书房里的鬼。电影一开始， Murphy 就告诉父亲，书房里的鬼想要跟他沟通。 In case the ghost is trying to communicate, I'm trying Morse. Morse? Yeah. Dots and dashes used. I know what Morse code is, Murph. I just don't think your bookshelf's trying to talk to you. 作为科学家的 Cooper 选择用纯粹的科学解释，认为这只是客观实在的重力作用。 It's not a ghost. It's gravity. 但 Murphy 却认为自然力无法完全解释现象，这股力量背后有类似人类理性的沟通能力，这让 Murphy 有点类似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也常说有个精灵在跟他沟通，这导致他被雅典法庭指控为异端，而 Murphy 在学校体制内也被当成异端。老师试图掩盖美国登月的历史时， Murphy 却带旧版教科书来挑战权威。 You don't believe we went to the moon? I believe it was a brilliant piece of propaganda. 在 Cooper 要离开地球前， Murphy 再次述出了鬼的能动性。 I figured out the message. One word. You know what it is? Stay. It says stay, Dad. You don't believe me. 但是 Cooper 依然把鬼只当成重力，不相信这背后有任何的主体能动性。最后才意识到，原来这个看似未知的外在力量，其实就是主体自己创造出来的。不同于过往的太空电影，把外星球的高等生命当成某个未知的他者，星际效应在这里做了更大胆的翻转。人把自己施展的力量误以为是某种未知的超自然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量子力学哲学家 Karen Barat 所说的能动实在论。试图用科学理解自然现象的人类，时常忘记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并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理解自然。在量子力学的实验中，想要观测电子的位置时，必须打一束光去照，但是一旦用光子照射，光就会给电子施加动量，电子就跑掉了。测量行动本身就改变了自然现象。自然、宇宙、万物不是外在孤立的客观实在，人的行动本身就会跟自然属性产生交互作用，而反过来改变实在。
在星际效应里，书房里的鬼原先被当成某种外部的超自然力量 ，A 计划的谎言也是奠定在主角的无知上。但这些未知元素让主角前往太空探险，反而意外让他获取黑洞里的量子重力资讯。最后发现，那股幽灵般的外力其实就是自己力量的实现。人的能动性反过来形塑了实在本身，让原本不存在的虚构变成了真实。这种能动实在论可以追溯到启发星际效应的另一部重要电影《La Jetée》。La Jetée 的故事发生在第3次世界大战后，幸存的人们发明了一种技术，让人可以回到过去跟未来，找出避免战争的方法。科学家拿监狱里的囚犯做实验，一位男子因为保有鲜明童年记忆而被选中。他记得有一位男子死在观景台，一个女人站在那边。这位男子成为受试者后回到过去，邂逅了一位女士，两人产生情愫。这个女生就称呼这个未来人是她的鬼。男主角后来又到了未来，找到了拯救世界的解方。但任务完成后，这位囚犯就要被处决了。好险有未来人出马相救，带他穿越时空。他决定回到他的童年时期，这时才发现，原来童年看到的观景台上的女生，就是他穿越时爱上的那个人。他立刻朝她飞奔而去，没想到被监狱派来的杀手射杀而死。一个男人死在观景台，一个女人站在旁边。原来这个童年画面不是某个外在于主角的实在，而是主角穿越时空的行动所交互作用的现实。事实上，《星际效应》的出版剧本里，诺兰的弟弟 Jonathan 原本设定的结局是 Cooper 在传输完讯息后会被困在超立方空间中死去，并没有跟女儿重逢的桥段，因为在物理学上，进到黑洞里几乎就不可能出得来。这提供了我们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在掉入黑洞之后发生的事，可能只是 Cooper 临死前的一场梦，就像电影的开场也是 Cooper 为 NASA 测试飞机而失事的一场梦。这样的结局更能首尾呼应。影史上的许多太空探险电影也都是主角到最后分不清虚幻与现实，但是诺兰修改了结局，让 Cooper 被未来人给拯救。这其实是受到 Edwin Ebert 的小说《平面国》启发。这本小说描述一个住在二次元世界的正方形生物，某天有位住在三次元的球体生物穿进了他的世界。从二次元的角度来看，正方形会看到一个圆形突然凭空出现，最后再突然凭空消失。这个球体生物决定带正方形到三次元世界开开眼界，最后再把它放回到2D 平面世界。星际效应其实就是把平面国的故事往上提升一个次元，让5次元的生物创造4次元的超立方空间，穿过3次元的人类世界，看起来就会像这样。3次元的人类会突然看到某个东西，后来又突然消失。 What was that? First handshake. 但诺兰在平面国故事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新的元素。真正穿越这些次元的是父女之间的爱。 I'm gonna find a way to tell Murph, just like I found this moment. How? The love, Tars, love. It's just like Brand said. My connection with Murph, it is quantifiable. 透过科幻的手法，星际效应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到底爱的本质是什么？ Love isn't something we invented. It's observable, powerful. It has to mean something. Love has meaning, yes. Social utility, social bonding, child rearing. Cooper 提供了一个跟亚当·斯密一样的答案：爱只是社会效益。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爱、同情心其实都是一种道德情感，促使人们去做有道德、利他的事。被爱的人得利后，也会反过来帮助爱他的人。看似利他的行为，最终就会导向利己的效益。这种道德情感就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当代的演化生物学者沿用这种思路，认为爱的感受只是自私的基因在作祟，是物种的生存本能驱使人类产生爱的感觉，目的是为了让人类物种繁衍下去。 You can't just think about your family. Now you have to think bigger than that, all right? I am thinking about my family and millions of other families. Okay, Plan A does not work if the people on Earth are dead by the time we pull it off. 但是这种效益主义的观点却遭到了布兰德博士的挑战。 We love people who have died. Where's the social utility in that? None. 如果爱只是出于某种利益考量，那其实无法解释很多爱的现象，像是有些人愿意为爱牺牲，爱到自我毁灭的地步也在所不惜。布兰德对 Edmonds 的爱，让他不顾整个人类物种的未来，
也要到他的星球去见他一面。布兰德的爱不仅没有社会效益，还违反了延续人类物种的目的。Maybe it means something more, something we can't yet understand. Maybe it's some evidence, some artifact of a higher dimension that we can't consciously perceive. I'm drawn across the universe to someone I haven't seen in a decade, who I know is probably dead. 布兰德讲出了哲学家 Hildebrand 的爱情哲学。Hildebrand 认为，爱的本质不是利己，也不是利他，而是人类的自我超越。一个人对某个人产生爱意，是因为在爱人身上看到某种珍贵好的特质，这种特质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人因此可以爱这个特质胜过爱自己，愿意超越利益考量而为爱妥协，为爱牺牲。爱赋予了人类某种超越性。如果有来生，我还是会选择和你一起报税，开心一点。Love is the one thing we're capable of perceiving that transcends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在西方哲学中，能完全体现这种超越性的只有上帝。上帝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存在，不像人受制于各种物理限制。如果说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爱的渴望，就代表每个人都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潜能。这就带我们进到了星际效应的关键主题：人跟超越性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科幻电影史上，大地跟太空时常象征着自然与人的超越性之间的对立。在2001太空漫游里，人类从大地演化出来，一开始受限于地球的自然环境，最后却进步到发明太空船，超越了大地的限制，离开地球，在外太空诞生成一个新的物种。科技让人类得以在外太空创造自己的环境，仿佛变成超越人类的存在，变得越来越接近上帝。在星际效应里， Cooper 一开始也是否定大地而向往太空。Well, we used to look up in the sky and wonder at our place in the stars. Now we just look down and worry about our place in the dirt. Cooper 所参与的 NASA 计划被命名为 Lazarus。Lazarus 就是新约圣经中死后被耶稣复活的门徒，暗示这项计划就如同神迹一样，会让人类在其他星球重生。但是在进到米勒星球后，人类渴望成神的计划却遭到了打击。靠近黑洞的重力作用产生了时间减速现象，这时 Cooper 才意识到追求超越性的代价。What's this gonna cost us, Bran? A lot. Decades.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I don't know, some clever way we could maybe, I don't know, jump in a black hole, gain back the years. 在这里，失去了几十年光阴的 Cooper 感受到了汉娜·厄兰所说的与大地的疏离。1957年，苏联东方1号太空船登陆太空 ，Yuri Gagarin 成为史上第一个太空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不再受到地球重力束缚，可以持续向外探索。地球上的人欢庆着人类征服太空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是汉娜·厄兰却认为，这背后暗藏的是人与地球的疏离。人所创造的社群共同体，必须与他人一同共同生活才有意义。而地球正是人得以呼吸、栖居、行动的条件。地球的重力看似是一种环境限制，必须超越，但反过来看，其实也是一种给人类的赠礼。恰好是因为地球有刚好的重力常数，人类才有可能建立文明。如果地球重力太大或太小，生命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在地球上。在电影《地心引力》里，我们看到了人类脱离重力的后果。进到太空船的女主角宛如一个新生的胚胎，仿佛太空技术已经足以让人类在外太空重生。但是没过多久，太空船就被太空垃圾给摧毁，主角才意识到在无重力状态下求生有多困难。最终幸存回到地球上后，更感激用重力把人类抓住的大地。而在星际效应里，地球的重力一开始也被当成一个必须控制的麻烦，是 A 计划之所以行不通的原因。How do you get it off the ground? The first gravitational anomalies changed everything. Suddenly we knew that harnessing gravity was real. 但是当人离开地球后，受到黑洞重力影响，过着与地球人不同的时间。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地球人之所以可以有同步的时间，是因为我们共享同样的重力。地球的重力场其实赠予了人类社群共识性，
人与大地的疏离打破了这种共识性，制造出了人类无法挽回的时间差异。等等，到底什么是时间？ I'm not afraid of death. I'm an old physicist. I'm afraid of time. You're afraid of time. For years we've been trying to solve the equation without changing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about time. 在星际效应里，我们看到了2种不同的时间观，一个是在超立方体中被当成第4次元的时间，一个是活在时间中人主观感受到的时间。这2种时间观恰好反映了爱因斯坦与哲学家伯格森对于时间本质的辩论。爱因斯坦认为空间是3次元，而时间其实就是第4次元。但是伯格森认为物理学家讲的时间，像是1年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1分钟是手表的秒针转一圈，这些都只是用空间来理解时间。伯格森要我们想象把一块方糖放到水里融化，科学家计算方糖溶解需要多久，认为这样就理解什么是时间。但是人跟方糖不同，人有意识跟记忆，人在时间的流动中长大成人，会创造某些回忆，这段时间的回忆其实会反过来形塑他如何感知时间，只是人很少察觉到暗藏在当下的过往回忆。这种无法被科学度量的时间意识才是时间的本质。反过来说，如果人失去制造记忆的能力，时间的感知能力也会一同丧失。就像记忆拼图里的男主角 Leonard 因为患有失忆症，无法创造新的短期记忆，他的时间感就不同于一般人，仿佛是活在永远的现在式里，永远停留在要为妻子复仇的记忆中。 How am I supposed to heal if I can't feel time? 星际效应以一种更强的对比来揭露时间与记忆的关系。 Your mom, she said something to me I never quite understood. She said, now, we're just here to be memories for our kids. 在米勒星球失去的23年是一种可计量的客观时间。对地球上的 Murphy 来说，父亲就是消失了23年。但是对 Cooper 来说，在这段时间里，他原本应该要参与儿子女儿的过去，却丧失了与儿女一起创造回忆的机会。如同这段时间，他对地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忆了，记忆还停留在23年前的时间点，只能透过子女过去的影像，把失去的几十年光阴重新回忆起来。 You once told me that when you came back we might be the same age. And today I'm the age you were when you left. This might be a real good time for you to come back. 这个片段就如同当代社会的缩影，许多人为了工作到异地打拼，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许久一段时间回家后，才发现家人一下子变老了，离家仿佛是到了另一个星球，过着不同的时间。这种时间比喻也反映在 Cooper 对接永恒号的时刻。永恒号的设计是12个组件串联在一起的圆圈，像时钟的12个刻度一样，仿佛是 Cooper 在失去23年的光阴后，渴望对接回去地球时间的努力。 Get ready to match our span with the retro thrusters. It's not possible. No, it's necessary. 过往的时空旅行电影都是主角回到过去或未来，主角可以任意到自己想要的时空，像神一样具有超越性。但是星际效应的物理学顾问 Kip Thorne 做了更细微的设定，真正自由穿梭到过去时间点的不是 Cooper， 而是重力传递的二进位讯息。穿越的自由度只局限在女儿的房间里。Cooper 不能够穿梭到自己的过去，否则的话，他大可回到米勒星球的任务失败前，挽救他所丧失的那些时间。这项设定让星际效应不同于其他的时空旅行电影，即便 Cooper 能够拯救世界免于毁灭，他也无法阻止自己的几十年光阴被黑洞毁灭。Cooper 虽然是地球人的英雄，却依然是时间的囚犯，他依然会按照时间老去，注定与女儿产生时差。但正因如此， Cooper 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回到地球，才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哲学家 Martin Hagelin 就认为，存在的有限性其实才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因为如果人不会死，可以像神一样永恒的存在，超越时间空间，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必须现在去做，永远都可以等未来再做。在全面启动里，男主角梦里的妻子就是一个不死的永恒的存在，时间对他完全不起作用。主角可以无限次的回到梦里与他重逢，
或是在顶尖对决里，魔术师透过特斯拉电流创造出无限个分身，在同个时间点出现在不同地方，可以无限次死去，如同不死的存在一样。还有在《真爱每一天》里，男主角的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可以像神一样自由选择要穿越的过去。父亲就在死之前跟主角再次回到童年，重温父子时光。在这些例子里，人类都企及了像上帝一样的无限，拒绝存在的有限性。但是哈格伦认为，存在的有限性并不是一种限制，反而是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可以让我们转向世俗信念，认识到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金钱，不是农作物，不是科学真理，而是我们能活着与他人相处的时间。正是因为人会老，会死去，所以有些事我必须在有限的生命里完成。我的自由就在于我如何利用此生有限的时间。在《启动原始码》里，濒临脑死的男主角被指派到模拟系统中，抓出火车上的恐怖分子。在完成任务后，主角却在临终前要求再次进到模拟系统里，用仅存的时间为自己活一次。在《真爱每一天》里，男主角最后发现幸福的秘密其实是不去使用时空穿越的能力。恰好是因为我知道机会有限，不能重来，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存在与时间的有限性，因此赋予了我们行动意义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地球的生态负荷有个极限，才值得人们去行动，为未来世代的生命争取更多的时间。世俗信念让我更关爱这个世界，而不是逃离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我的每个行动都变得具有急迫性，我必须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时间。世俗信念因此让我更珍惜生活中的每个决定。Make him stay, Merv. Don't let me leave, Merv. 正是因为我知道他人的生命跟我一样有限，所以必须在我们在乎的人还存在时去行动，我们的行动才有意义。世俗信念因此让我更在乎对他人的责任与承诺。But I knew you'd come back. How? Because my dad promised me. 肯认人类有限性的世俗信念，可以成为一种改造此世的动力，让我们必须在还来得及以前，去守住宇宙中最珍贵的东西，我们生命中仅有的时间。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可抽《星际效应》电影幕后的科学事实推测与想象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